的面衣处理的跟鸡皮一模一样，我已经仿佛我觉得我咬到鸡皮了，你知道吗？上面的蛋黄是他们自己做的。我想说，是一个一入口每一个味道都在改变的甜点。你是用什么角度在研发，还是都是完全靠自己想象？Hello， 嗨，我是探店，我是陆比，我是小野。我们现在人在台北迪化街这边。那今天要吃的店呢，非常期待，它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五口小厨，他们主厨另外开的一家新店，第二间店叫五所洋食。这边的环境呢，就是在迪化街的那个以前那种旧房子里面，对，进来很多的红砖，古色古香，对，古色古香。它这边用餐的地方有分户外跟户内，户内的话，当然夏天会比较有冷气，比较凉这样子。喜欢自然风格的可以在户外。对总体的座位全部大概有大概40左右的位置，有2人座，有4人座，然后也有单人座。好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我显然已经受不了了。我们已经真的受不了了。指定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很兴奋的露比，滑嫩汤叶，我最期待的一个，最期待它，因为他们这边都是全素的，无蛋无奶无五辛。对，大家知道汤叶是什么？汤叶就是日本的豆皮的意思，豆浆煮完最上面那一层，它没有经过任何的炸过啊那些处理，它就是最上面那一层，就是汤叶。上面铺那一层啊，它当然是想要用那种像滑蛋的感觉，应该非常嫩的嫩豆包，然后你吃不到太多豆包的味道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淋了那美乃滋，还是它的酱料的关系，觉得好像是没有煮熟的蛋，很滑。它里面的炒饭也很厉害，停不下来。它里面的胡椒哦，黑胡椒的味道，它很厉害，是它有黑胡椒香气，非常浓厚的黑胡椒香气，可是它不会辣，不是连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程度。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另外一道，你看。这一道是照烧海苔蛋黄意大利面，上面的蛋黄是他们自己做的，纯素的蛋黄酱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可以再另外加。他可以再另外去请他加蛋黄酱。有个明太子的味道。哇，我现在有点难分析它，我只能说很神奇。等我。再一次无法评论，就是来吃吧。这炒工了得哎，这个炒工，整个锅气、酱香、酱汁，整个食材的风味全部都搭在那个面条上，面条煮的刚刚好，软硬适中，就是一个很好吃的日式照烧酱。我会觉得这是我可以带我一些很挑嘴的厨师朋友一起来吃。我觉得它的蛋黄酱啊，达到一个很棒的作用，它的底下的刚照烧的酱汁全部扒在面上面，觉得酱汁太厉害了。它已经让我觉得有5星的味道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用洋葱去熬，我觉得很难会有这味道，但它这样，好厉害！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店里面的感受就是这样，很有风格的设计，像有一些日本的元素啊，还有他们很喜欢的猫咪，搭配上迪化街这个有历史背景的地方，我觉得整个用餐环境跟你走进来餐厅的那个氛围都是非常棒的。很喜欢是它的开放式厨房，对，它完全可以让你看到他们的料理，非常安心。先不多说，我们继续这一道，让我觉得非常 amazing 的多明格拉斯牛粒意大利面。它肉桂味其实蛮重的哦，但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接受。哦，有，这太扯了，好像牛肉哦。重点是没有牛腥味，没有腥味，因为有些植物肉会做到加了一些那种味道，会有些人怕，但是它只有香气，鸡皮疙瘩哦。它只有香气耶。我跟你讲，每一道都停不下来。你一口吃下去之后，你就会想要在第2口。每一道的食物是完全互相不抢味道的，都有自己的风格、自己的风味。再来就是洋食必备的炸物，这个是唐扬杏鲍菇，就是模仿唐扬鸡啊。哦，它的面衣，我不夸张，处理的跟鸡皮一模一样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我已
已经仿佛我觉得我咬到鸡皮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爱吃鸡皮的人。这个酱好淡哦。好，哪个蛋？鸡蛋的蛋。就是日本的美乃滋那个蛋黄酱的味道，我已经无法形容。那好像唐扬鸡哦，怎么办？我有想过，植物性的食材可以做的这么好吃，程度我觉得好厉害哦。而且原来我不需要靠动物性的食材，也可以有这么好吃的风味，那么好的口感。大家来吃，一定要定位，一定会红。之后可能要排很久。再来是这个，这不是虾，根本就是日式炸虾、炸明虾。好贵。它的菜名叫做这不是虾，现在吃下去的感觉是，你要先知道它不是虾的口感。我知道里面是什么了，但我觉得非常厉害，它完全没有那个水果的味道，它是香蕉。但是它有虾子的味道，它已经把香蕉升级到另一层 level 去了。它有办法创意到把它变成炸虾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我很敬佩的事情。我吃下去觉得好幸福哦。再来就是他们老板招待，这个就是还没有上市的炸牡蛎。它一咬下去是鹅肝酱的口感，但是这种东西它怎么炸的这么漂亮？它味道调的好棒，它可能淀粉的或者是面粉量非常少，所以它很难炸，油温高，然后下去定型就要马上起来了。认真吃得出来它是豆腐，但是它的调味你已经感受不出来它是豆腐，就是你其实基本上你要细细的去想一下，你才会发现它是豆腐。好滑嫩，它就是有点像鹅肝的那种鹅肝酱的那种口感，完全把那个面包糠的那个香气炸出来。再来是我们今天点的2杯饮料，对，这个就是它的特调乌龙，还有另外一杯是它的综合野莓苏打，感觉有加奶泡在上面。对啊，甜度调的刚刚好。它上面这个泡不知道怎么打出来味道。它其实有一点奶盖乌龙的感觉。那你试试看这个综合野莓苏打。有草莓、有蓝莓的味道都在里面，哎，这个就是很好喝，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，会非常喜欢。那当然，喜欢喝乌龙茶的也不要错过这一杯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杯也有点像奶盖，让我觉得很特别，太好了。那我们今天点的甜点是乌龙布丁，奶霜乌龙布丁，还有另外一个是泥炭巧克力。无蛋无奶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一个一入口每一个味道都在改变的甜点。它这个是完全真的像布丁的口感哦，一口这样吃下去，它是每一口层次都在变化的哦。它到最后的奶霜融合这些焦糖的时候，味道又完全不一样。光卖这个甜点都可以开一间店的等级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鸡皮疙瘩一直不知道起了几次。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家店是无蛋无奶，你根本没办法相信这个东西是没有蛋的。迪化街这边的话，你可以搭捷运，你可以开车、骑车，它都有旁边有桥下停车场。在整个台北里面，这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开这种店，有时代背景的料理的店，很适合啦。这种洋食类的开在这里，真的就对了。太厉害了！再来就是这个泥炭巧克力。它有一个酸甜的口感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但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其实蛮甜的哦，但完全不锁喉。通常到这个程度的甜度的巧克力哦，我喉咙已经不行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不爱甜的人。但我现在吃下去，喉咙完全感受不到一点不舒服。它很像牛奶拌在里面，牛奶巧克力，超级无敌像，但是它又是没有奶的。3点都品尝完了，真的要再去熬一次主厨 Rex， 到底要不要过来跟我们拍来跟主厨分享他的一些料理的过程跟创意？我们一起去问一下主厨 Rex。我们的好朋友 Rex， 你看帅气的翻锅。那这就是我们无所羊食的主厨兼老板 Rex， 你好，也是我们五口小厨的老板。1年多前我们就去拍过五口小厨，当时就有邀请 Rex 来教我们，来上我们那个新的企划叫来跟主厨学道菜。那当时 Rex 非常的爽快就答应了。想问一下，你愿意来
单元叫“来跟主厨学道菜”，然后教给我们观众一道你的私房料理吗 ？OK 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但是到现在，现在呢？时间一直挤不出来。对啊，因为刚好在筹备无所养食，所以现在已经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有机会可以安排了了，可以安排。等你通知，大概还要多久？我觉得顺利的话，应该6、7月。那我们就6、7月期待一下。应该6、7月。想要问你在研发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角度在研发，或者还是都是完全靠自己想象？就是以我们以前在吃荤的时候，可能会先做一次荤的，然后我才会把可拿掉的因素把它拿掉，再去想说我拿掉这个元素，我要用什么蔬食食材去替代，从中去逼近，让它趋近于是类似的味道。最近我特别想最久的就是那个多米格拉斯，最难的一部分就是我要怎么去做。拿红酒去炖那个汤汁，然后在没有牛肉红色素的情况下，做出偏深色系。牛肉粒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对，牛肉粒是用未来肉跟植物肉去做出来，还是有在就是用各式植物肉去混，重新组合我要的口感跟味道。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啊，就是因为我知道 Rex 有自己在做设计，这一次的自己设计也是自己来吗？这次的装潢设计由我请一个朋友一起做，算是跟他讨论出来，会比较偏跟自然元素有关。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是，我们墙面上不是有一排木炭，那个是我们自己把木板把它烧成黑色的，然后烧24片，上面那白色的是铁片，代表24节气，然后你外面就有自然。你是设计师吗？为什么要烧成木炭？是因为湖口曾经有发生过火灾，就在我人生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件事。如果真的烧得很严重，就挂了。有一句话叫做“焦土重生”，所以我们才会在木板上面是插24节气的干燥花，代表一种就是死灰复燃，我们还有办法再重生。你光这间店的设计就已经有那么多理念，那你在食物上面呢？我一直强调，我不会想要用蔬食的想法去推广，我只是想要把它创成它是一个派系，想要吃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吃，我不会因为它是素这件事我就会有反感。每个师傅会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去设计，我们会一直就是希望这条路是口味不会那么单纯，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做荤食，其实很多很特殊的酱料，其实都可以把它做成蔬食，只是我们要怎么把它还原，然后进蔬食，然后带到这个口味，去思考所有事情最原始的那个方向，再开始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做。你不用管它是不是动物性，它就是一个新形态的美食。对对对。它一样好吃，不管是对环境、对动物、对生命都更友善。我很喜欢的味道，或者是很喜欢那些东西，其实真的不需要伤害动物，一样都可以得到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，也是非常厉害，让我们钦佩的一件事情。那你自己的理念是什么？五口小厨啊，我刚开始创业，其实说实在我没有什么理念，我理念就是帮他开一间，照顾老婆。对，另外一个为自己就是自私的点，就是想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，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菜。默默的，就是有朋友来看我啊，聊天啊，他们也刚好离职。默默的，我就开玩笑说，我所有的朋友都在我的店，体会到就是哇，我的团队，我的这些慢慢建立的情况下，我开始已经是不是为我自己？现在我做无所，当初其实是没有想要开这个。有一个客人他很直接的跟我说，你们现在生意太好了，其实我很喜欢吃焖咖喱饭，但我都进不去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一定要为他开一家卖咖喱饭的店。那我要为我的常客，从开店之所到现在3年多，从来没有换过，每个礼拜都来的这些客人，我们就做一家店给他吃。反正总归5个小厨过去没有理念，到现在的无所养食。的最大理念就是挑战不可能，然后让更多可能从小吃素他没有体会到很多的东西，也就是有一个反骨的感觉，对，结束。就像无所养食，就是我想要创造就是素食界第一家养食店。吃完，然后跟 Rex 聊完，我觉得就像这间店的名字一样，叫无所养食。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他挑战不可能，无所畏惧，对的感觉。OK。谢谢。那今天的无所养食就分享到这边。总之呢，来吃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我又有理念，对啊，又东西好吃，口味是主观的，可能你们吃到的感受跟我们会有不一样。但我会觉得你可以细细的来品尝它的所有品相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，你不要抱着任何既定印象进来用餐，就是你看到咖喱饭，你不要往你平常吃的咖喱饭的方向去想。但我们今天没有吃到咖喱饭。对啊，我是说，我们只有2个人，就是来享用新美食，对，新美食、新的形象、新的概念来体验，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刻板印象框住你的脑袋。对，喜欢这边的记得帮我们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，拜拜，拜拜，一定要来哦，无所养食。